近日，乌克兰特种部队又火了。在顿涅茨克的方向，乌军一支特种部队在夜间突袭了俄军一处阵地，不到24小时摧毁了10辆坦克，还有1辆步兵战车。而且如此战绩也不免让人有了对比的心思。俄乌两国的特种部队究竟哪个强一些？今天大兵来各位详细了解一下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先来说一下乌克兰特种部队最近的战绩。据了解，在3月18号的一次行动中，乌军先是派出了无人机投掷炮弹，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在攻击无人机的帮助下，乌特种部队摧毁了数十辆敌方车辆，包括坦克、装甲车和卡车、BMP 和仓库。从图片上看呢，无人机投掷的似乎像是迫击炮炮弹，这说明乌克兰特种部队使用的并不是小型商用4轴无人机了，而是很有可能使用了专门为战争研发的军用无人机。除此之外，在这些攻击无人机的帮助下，特种部队在占领者损失的统计数据中再度增加了5辆坦克、4门大口径火炮风信子和3辆 BMP 和2辆装甲车以及2个弹药库。此外，在与乌克兰国防军炮兵的合作下，无人机调整了火力，并摧毁了另外50件武器，它们分别是14辆坦克、10门自行火炮、2门240毫米自行迫击炮、4门火炮、12辆 BMP 装甲车。同时，乌特种部队还在俄罗斯12个装有弹药的仓库燃放了烟花。到了3月22号凌晨，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布的战报称，乌军再度出动了无人机，打击了克里米亚北部城市赞科伊火车站。这里呢，正有一辆行驶的俄军军列。克里米亚遇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如今乌军找到了最适合的攻击模式，那就是利用无人机袭击铁路上的火车。而在这辆军列上运输的是一批原本打算供给俄黑海舰队使用的口径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了2500公里。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军多次出动水面舰艇和潜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纵深目标。但是随着战火的持续呢，俄罗斯的导弹库存也在飞速减少。这次还被炸掉了一批口径导弹，简直就是在往俄军的心口插刀子。这也证明了乌军在克里米亚当地有分布广泛，而且传输迅速的情报来源。考虑到火车可能会随时移动，因此乌军不太可能使用类似改装的图144这样的远程自杀无人机，花费很长时间，跨越几百公里发动攻击。更合理的手段呢，是就近起飞携带炸药的无人机，在火车附近潜伏人员的引导下发动精准攻击。而这种办法使用简单，费用不高，而且效果显著。另外，乌军还出动了3艘小型无人战舰冲向黑海舰队。当地官员称，俄军防空系统和舰队及时摧毁了这些无人装备，但是余波造成了部分黑海舰队驻地的部分建筑受损。其他类似的例子呢，更是数不胜数了。当然，在这场战争中呢，俄罗斯同样也是派出了不少的特种部队，参与到渗透、破坏、突袭行动中。例如，在开展第1天就突袭了乌总统府的俄特种部队。而乌军呢，很快也在基辅战役中成功偷袭了俄后勤补给车队。双方特种兵你来我往，这使得1小时22分速通基辅的原有剧本拖沓至今，也未有任何战争结束的迹象。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在战场上，俄乌两家的特种部队哪一家的实力更强呢？俄罗斯作为传统的陆军大国，一直都十分重视特种部队的建设发展。到本世纪20年代，经过多年的大力发展，俄罗斯特种部队已经从苏联时期的3万人增长了3倍，达到了近10万人的规模。而他们的实战经验也十分丰富，曾大量的参与到反恐活动和局部战争中。从第1次、第2次车臣战争到格鲁吉亚战争，再到别斯兰剧院事件和高加索反恐行动，都高效地完成了维护俄罗斯的任务。与之相对的，乌克兰特种兵在规模和精力上呢，就要逊色很多。虽然乌特种兵同样是起源于冷战时期的苏联特种部队，但是相比继承了苏联大部分精锐力量的俄罗斯特种部队，乌克兰仅继承了乌克兰情报总局的残部，发展现代特种部队的基础盘就很小。而且由于包括预算因素在内的众多原因，这支规模本就寥寥可数的前苏联精锐也在2011年解散了。而如今的乌克兰特种部队是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提供帮助组建的，它的部队规模也几经变更，
从2014年的4000人到2017年的1000人，再到俄乌战争前夕恢复到4000人。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呢，是目前乌克兰政府5大分支作战力量之一。该部队在2017年重组，目前主要是驻扎在基辅。该部队的标志是一只带着金色腰带的银狼，背景呢为一个银色花环，花环底部有该部队的座右铭“我来找你”。在重组之前呢，乌克兰特种部队一直带有浓厚的格鲁乌风格，实力并不出色。但在重组之后，乌克兰特种部队作战的风格开始由东向西，全面向欧美国家靠拢。2019年6月24号，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下属的第140特种作战分队获得了加入北约反应部队的资格，这也是非北约特种作战部队首次获得该认证。就目前为止，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拥有多支不同的作战分队，例如驻扎在基洛沃格勒州的第3特种团、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第8特种团。而这个第140特种作战分队呢，主要是负责陆战相关的特种作战行动。同时，驻扎在文尼察地区的第35混编航空中队也可以为其提供各种航空支持。海上作战任务呢，则是基本上是由第73海上特种作战中心在负责。由于受到欧美的影响，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除了常规的直接作战力量外，还设立了多个信息和心理战单位，负责士兵的心理辅导。在战时呢，也提供各种虚假的错误信息来辅助直接作战行动。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新兵的选拔和培训主要是集中在赫梅利尼茨基，相关运转资金呢由美国直接提供。培训方面，除了美国特种部队之外，来自北约的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也为其提供了培训服务。选拔的过程很严格，一般呢只有10%的录取率。在通过录取之后呢，新兵还要接受为期5周的残酷培训。在为期5周的训练中，除了要进行负重进行体能训练外，士兵还需要背着14公斤到23公斤不等的背包，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规定的速度完成16公里到29公里不等的强行军。这部分训练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加强特种部队士兵的长时间野外奔袭能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淘汰体能较弱的士兵。只有通过这5周训练的士兵，才能在接下来接受重武器、战斗医学、收集情报、山地作战以及其他相关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的培训。在装备方面，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除了常见的 AK-74M 突击步枪、PKM 通用机枪、马柳克无托步枪外呢，还从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获得了西格绍尔 MCX 突击步枪、巴雷特 M82A3 反器材狙击步枪以及其他 AR 枪械在内的各种装备。同时呢，美欧援乌的各种武器装备呢，比如标枪反坦克导弹、NLAW 反坦克导弹和毒刺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也是该部队的标配。从整体上看，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已经达到了北约对特种作战部队的要求，算是一支优秀的现代化特种作战力量了。在俄乌战争之前，乌克兰特种部队在国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名声，但是随着北约的言传身教和战火的历练，让乌克兰特种兵的作战能力被全世界都看到了。本次俄乌战争中，乌克兰特种兵也是化整为零，在俄战区四处游击破坏，凭借美国援助的不对称武器伏击了俄罗斯装甲部队后勤运输车队，直接导致了目前俄罗斯地面军队推进困难的现状。俄罗斯方面的训练标准则大致和乌军相同。除此之外呢，俄罗斯特种兵更加注重速度、力量和耐力训练，且十分重视对士兵意志力的磨练。而乌克兰特种兵则是更加重视专业技能的训练，比如战场医疗、情报侦察等等。更具体来说，俄罗斯特种部队旨在打造一支能够顶上前线的超级士兵，特种作战只是副业。而乌克兰特种部队呢，则恰好相反，十分重视作战技能的培训。至于在武器方面，尽管同为苏联的继承者，但是由于预算原因和国外援助，俄乌特种兵武器装备可谓是非常强大。俄罗斯特种兵的主要武器呢是苏式武器和现代俄制武器，代表枪械为 AK-12 系列突击步枪、PP-19 野牛冲锋枪、T5000 狙击步枪。这些枪械的整体技术水平也十分不错。
不过呢，由于造价昂贵，再加上俄罗斯特种部队规模庞大，因此在现实中，俄罗斯特种部队仍然拥有相当规模前苏联的 AK-74突击步枪。虽然 AK-74性能可靠，不过战术配件兼容性差，其实呢已经不再适合现代特种作战环境中装备使用了。而乌克兰特种部队的单兵装备则突出了一个北约化。从单兵作战的角度来看，乌克兰特种部队装备的大量美制西格绍尔突击步枪以及其他性能先进的枪械，无疑能够极大地提高乌克兰特种部队的单兵作战上限。特别是饱经实战检验的美制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的加入，使得乌克兰特种部队可以上打击俄罗斯空军的战机，下可以偷袭俄罗斯陆军的主战坦克，高效的不对称作战令俄罗斯军队苦不堪言。总的来说，俄罗斯特种部队和乌克兰特种部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代特种部队发展的两个极端，而他们的出发点的不同，也使得俄乌特种部队在这场全面冲突中实战表现和作战形势大相径庭。战争中，俄罗斯特种兵作为精锐中的精锐，要广泛参与到正面战线的防线渗透等，一定会付出巨大伤亡的危险任务。这也使得开战初期俄罗斯大军能够快速推进。而乌克兰专业特种部队呢，则更有韧性，即便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后呢，仍能在俄战区内表现亮眼，4000人发挥出的迟滞作用，甚至堪比正面防线的数万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乌的特种部队哪个更强一些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